最近这几周的美股走势，是不是让你看得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？明明指数还挂在高位，甚至偶尔还创个新高，但你打开账户一看，手里的股票却像坐过山车一样，早上一看赚了几千刀，晚上收盘可能就倒赔回去。这种高位震荡的感觉，比单边下跌还要折磨人，对不对？我太懂那种感觉了，就像你明明坐在豪华邮轮的头等舱里，但你明显感觉到船底在剧烈晃动，外面的浪头一个比一个高。这时候船长还广播说风平浪静，大家继续跳舞，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的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不想跟你扯什么 CPI 数据、市盈率估值那些教科书上的死东西，那些东西在这个阶段已经失灵了。我要用我这10几年在市场里摸爬滚打，见过无数次庄家收割的老韭菜经验，跟你掏心窝子讲讲这背后的真相。我们正在经历的，根本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牛市，而是一场由制度精心设计出来的风险推高局。这场局一直会延续到2026年。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懂这个游戏规则的改变，还抱着价值投资或者长期持有必胜的老黄历，那我敢打包票，未来2年你的财富很可能会遭遇一场隐形的洗劫。这个视频我会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，我会分3个层次讲清楚。首先是为什么现在的市场让你感到恐惧，这个制度性风险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其次，我会带你穿越到2026年，预演一下到时候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极端局面，特别是 AI 泡沫和债务周期叠加后的景象。最后，也是最实在的，我会手把手教你在这种假牛市里怎么活下来，甚至怎么利用他们的贪婪去赚你的退休金。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在视频的结尾，我准备了一个超级 bonus， 是我自己私藏的一份2026防御性暴力清单，这是我给自己家人准备的保命符，今天也会无保留的分享给你。所以，把心沉下来，我们开始吧。说实话，我有时候看住现在的盘面，会想起我刚入行那会儿的一件往事。那时候我也是个小白，觉得美股就是经济的晴雨表，公司赚钱，股票就涨，天经地义，对吧？当时我有个做投行的前辈带我去吃饭，他看住我那副热血沸腾要冲进去抄底的样子，冷冷的笑了一声，跟我说，小子，你记住，股市不是用来反映经济的，股市是用来吸纳流动性的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，只要水龙头不关，池子里就算只有几条烂鱼，水位也会涨起来。当时我不懂，现在我彻底明白了。你看现在的2024、2025年，为什么美股在高位这么震荡？就是因为这个蓄水池的机制变了，以前是靠公司业绩好，大家抢着买，现在是什么？是被动投资 ETF， 退休基金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把钱往里灌。这就好比你去参加一个派对，主办方把门锁死了，只许进不许出，然后不断往屋里塞人，你看起来好像人气很旺，每个人都挤在一起嗨，但其实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每个人都透不过气。这就是现在美股的现状，我们被制度绑架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理性恐慌，哪怕账面上是盈利，你心里也是虚的。我有个老朋友，算是个中产阶级，手里握着几十万美金的科技股，前2天半夜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都发抖。他说，我看着那些 AI 股票天天涨，但我总觉得自己在捡火山口的金币，我想卖，又怕卖飞了，后面再涨上去我亏得更多，我不卖，又怕明天醒来直接腰斩。这种纠结是不是就是你现在的状态？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因为市场的底层逻辑变了。以前我们怕的是公司倒闭，现在我们怕的是流动性枯竭。现在的美股就像一个被吹得巨大的气球，吹气球的人美联储和华尔街不敢停，因为一停气球就掉下来了，但他们也不敢吹太猛，怕爆，所以就有了现在这种震荡，一会儿给你点希望，一会儿又吓唬你一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习惯高风险，让你觉得高波动是常态，这样他们才能在高位慢慢的把筹码换到你手里。2026年的风险不是突然的崩盘，而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制度性绞杀。当你习惯了这种震荡，觉得跌下去总会涨回来的时候，那把真正的镰刀就该挥下来了。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悲观，甚至想关掉视频去睡觉，觉得既然全是坑，我还玩什么？别急，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危机，危险里才有机会，正因为这是一个被制度扭曲的市场，它才产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间。其实这几年美股涨得这么凶，背后有一个大家都不愿意承认，但又不得不依赖的逻辑，就是被动投资的绑架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，你身边是不是所有人，包括你的财务顾问、YouTube 上的博主，
甚至是你那个只会存钱的姑妈，都在跟你说一句话，买标普500 ETF，买纳指 ETF， 然后长期持有，别动就对了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像真理一样无懈可击？但我告诉你，这就是2026年最大的雷。想象一下，现在的美股就像一部只能容纳10个人的电梯，但是因为大家都信奉只买不卖的被动投资教条，这等于是每个月发了工资，就有无数人闭着眼睛往这部电梯里挤，不管电梯是不是已经超重报警了，反正大家都在喊长期主义。这种机械式的买入资金，把那些头部科技巨头的股价硬生生的推到了天上去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值那么多钱，而是因为 ETF 的规则就是谁市值大我就买谁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死循环，股价越涨 ETF 买的越多，而 ETF 买的越多，股价就越涨，这就是我标题说的制度正在推高风险。这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牛市，这是一场资金的暴力堆砌。前2天我去楼下咖啡店买咖啡，那个才刚毕业2年的店员小哥，一边做拿铁一边兴奋地跟我说他每个月定投英伟达和苹果，还问我2026年是不是能翻倍买房。我看着他那双充满希望的眼睛，心里其实挺难受的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买入的每一分钱，其实都在帮华尔街的高位筹码接盘。而到了2026年，这个游戏规则将会迎来一次最残酷的现实校准。为什么是2026年？因为 AI 的故事讲到那时候必须要交考卷了。在2024、2025年，大家都在炒作 AI 能改变世界，这就像当年的互联网泡沫初期，只要沾个 .com 就能飞上天，现在是只要沾个 AI 就能估值翻倍。企业这2年疯狂烧钱买显卡、建数据中心，这些都是巨额的成本。到了2026年，华尔街的那帮精算师就会开始拿着放大镜问，你投了几百亿下去，到底赚回来多少真金白银？如果到时候 AI 应用还不能大规模变现，还不能让普通人的生活发生质变，只是停留在聊聊天、画画图的阶段，那么信仰就会崩塌。一旦市场发现这些巨头的利润增速赶不上股价的涨幅，那个拥挤的电梯缆绳就会开始断裂。注意，我说的不是那种一天跌 20% 的崩盘，那种反而痛快。2026年的走势更可能是一种阴跌加上剧烈反抽的折磨，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到底部了，刚冲进去，结果又是一个新低，就像钝刀子割肉，专门收割那些想抄底的人。而且那时候 ETF 的机制会反过来变成杀人的刀，一旦恐慌情绪蔓延，大家开始赎回基金， ETF 就必须机械式的卖出股票，谁市值大卖谁，涨的时候是助推器，跌的时候就是加速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6年，如果你还在那里傻傻的做定投，你可能会面临资产缩水 30% 甚至更多，而且好几年都爬不出来。这种制度性风险是你我看 K 线图看不出来的，它是结构性的，所以2026年的美股将会是一个去伪存真的修罗场。那些只有故事没有业绩的公司会被打回原形，资金会从梦想板块疯狂逃离，去寻找那些真正能产生现金流的避风港。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关键的问题，在这种注定动荡甚至有点惨烈的行情里，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？难道真的只能空仓看戏吗？当然不是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制度性的错杀都是财富转移的最佳时机。那时候的机会不在那些热门的科技巨头身上，而是在一些被我们忽视已久的角落。讲了这么多风险，你可能会问我，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看着2026年的动荡发生，什么都做不了吗？当然不是。聪明的人从来不跟趋势对抗，我们要做的是顺着制度的裂缝去寻找真金白银。2026年的市场资金会玩一场巨大的大风吹，当那帮追逐 AI 泡沫的热钱发现高处不胜寒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消失，而是会疯狂的涌向那些有实体支撑、有硬现金流的避风港。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布局这3个领域，你就是在等着这帮惊慌失措的热钱来给你抬轿子。第一，拥抱硬资产的回归。我说的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虚拟货币，而是真正的黄金、铜矿和能源。你看2026年初的数据，基础材料板块已经开始悄悄跑赢大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制度推高的通膨是压不住的。当大家发现手里的纸币越来越薄，而那部科技电梯又随时可能断缆的时候，资金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实物。黄金在2026年突破历史新高，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对制度性风险的终极对冲。第二，寻找 AI 的务实使用者，别再去追那些卖铲子的、卖晶片的了，那是2024年的玩法。2026年，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成功把 AI 转化成利润率的公司。
比如医疗保健龙头像亚培、联合健康或是高端制造业。这些公司不靠讲故事，他们靠 AI 减少了20%的成本，增加了10%的净利。这种扎扎实实的业绩才是2026年震荡市里的免死金牌。第三，防御性股息股，这是我最想跟你们这帮小白说的。如果你真的看不懂技术指标，那就去看现金流。2026年，很多科技巨头可能连增长都保不住，但那些提供生活必需服务的公司，比如电力、废弃物处理，像 waste management 必需消费品，他们不管经济好坏都要赚钱。在2026年的乱世里，每年稳稳拿4%到5%的股息，再加上股价的防御性溢价，你的复利增长会让那些天天盯着 AI 涨跌的人羡慕死。说真的，我这一路走来，见过太多人因为贪而死在黎明前，也见过太多人因为怕而错过了整整一个时代。投资不是比谁更聪明，而是比谁更有耐心，谁更了解规则。2026年不是牛市的终结，而是傻瓜式牛市的终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做的不是退出市场，而是升级你的配置，把你的钱从那些空气股里拿出来，放到这3大避风港里。刚才说了这么多策略，但我还得跟你们说点大实话，有些事那些西装笔挺的分析师不会告诉你，因为说出来太残酷，但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，这才是能不能守住财富的关键。第一点，我要跟你们聊聊汇率与通膨的双重绞杀。很多人只看美股涨了多少，却忘了看你手里的购买力剩多少。2026年，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很奇葩的现象，你的股票涨了，但你换成面包、换成汽油、换成房租，发现能买到的东西变少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配置硬资产，千万别只盯着那个数字看，要看你的资产能不能跑赢物价的上涨速度。如果你赚了10%的股价，但生活成本涨了20%，那你其实是在勤奋的变穷。所以2026年你的投资目标不应该是暴利，而是购买力保卫战。第二点是关于交易的孤独感与朋友圈的噪音。到2026年，市场的情绪会变得极端撕裂，你可能会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出翻了3倍的合约截图，也可能会看到有人因为爆仓而销声匿迹。这时候，你最大的敌人不是美联储，而是你心里的那个FOMO，怕错过。我想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。当年我也曾因为看住身边人买妖股暴富而眼红，结果自己冲进去接了最后一棒，亏掉了半年的收入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投资是一场长跑，你的节奏不能被别人的配速带乱。2026年，你会听到无数的小道消息和致富神话，请你一定要关掉手机，冷静地问问自己，我的保命钱还在不在？我的策略变了吗？在2026年，能忍住不频繁操作的人，最后赚的一定比每天进进出出的多。第三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现金流的流动性管理。很多人习惯把所有钱都扔进股市，美其名曰全仓梭哈，但在2026年这种高位震荡、制度风险推高的年份，这简直是自杀。我建议大家，手头一定要留出至少12个月的生活保障金，而且这笔钱绝对不能进股市。为什么？因为2026年的震荡会夹杂住很多黑天鹅，万一你突然需要用钱，而那时候股市正好在一个深坑里，你只能含泪在低点割肉，那是投资者最惨的死法。留足现金流，你才有在暴跌时捡便宜货的勇气，而不是成为别人眼里的便宜货。最后，我想送大家一句话，投资是为了生活，而不是让生活被投资绑架。我见过太多人为了盯盘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跟老婆孩子吵架。到了2026年，市场会非常折磨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情绪已经完全被那根 K 线牵着走，那就请你强迫自己离开电脑，去跑跑步，去陪家人。相信我，一个心态平和的人，在2026年的胜算，远比一个焦虑天才要高得多。好了，既然你非常有耐心的看到这里，这说明你是真的想在2026年改变自己的财务命运。作为感谢，我把刚才提到的逻辑具象化，送你这份我个人私藏的2026防御性暴利清单，这是我给自己家人做配置时的底层参考。第一，黄金锚点策略。在2026年，你的投资组合里至少要有10%到15%的黄金、GLD 或实物。当2026年中旬如果真的出现制度性震荡，这就是你的保命钱，它能抵消你股票账户50%的波动。第二，基础设施收割机。关注那些垄断性强、具备提价能力的公司，比如美股的电力公用事业和国防板块，如 LMT。2026年全球局势依旧复杂，
这些公司的订单是刚需中的刚需，他们的股息发放极其稳定。第三，避开信用陷阱。在2026年，请务必远离那些高度依赖消费者信贷、坏账率正在爬升的金融机构。如果一家公司的业绩全靠让穷人借钱消费，那它就是2026年最容易引爆的炸弹，千万别去抄底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，这世界不缺赚钱的机会，缺的是能看清局势，并且赶在大家都在狂欢时撤退，在大家都在恐惧时进场的勇气。2026年，美股会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，但这个惊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最后，我也要跟各位交个底，虽然我今天跟你掏心掏肺讲了这么多2026年的布局，但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市场永远是对的，而我们人是会犯错的。我刚才分享的所有观点，这份清单，还有我对2026年的走势分析，全都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和目前的数据得出的主观意见，它绝对不是什么包赚不赔的财富密码。投资这件事，本质上就是在处理不确定性，没有人能100%预测未来。我不是你的财务顾问，你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辛苦赚来的，所以任何操作之前，请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做最后的风险评估。记住，保住本金永远比赚钱更重要。在2026年这个风浪巨大的年份，千万不要拿你的生活费去赌博。讲了那么多，我最想知道的是，听完我对制度推高风险的分析，你现在对2026年的美股是更有信心了，还是觉得更应该小心谨慎？或者是你手里已经握着我提到的那些避风港资产了？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一点点启发，或者让你对未来的路看清了一点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，并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盲目冲锋的朋友。你的每一次分享，可能就是帮他们避开了一个巨大的坑。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对2026年市况的及时追踪。最重要的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，或者是你现在最担心的投资问题是什么？我会亲自回复大家的留言，我们在评论区继续聊。2026年，让我们一起在震荡中活下去，在风险中找机会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